到国际间现在目前的局势是在以色列这里，加萨这一边呢说到底会不会攻拉法？目前看到了以军看起来就是会再直接往下走了，原因是因为呢他们在加萨北部城市加巴利亚先展开了行动，阻止他们在这边有重建军事的能力。好，拉法呢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从上面打下来，会一路这样子扫下来。现在是大家很多人看到目前的走法，很有可能他们会这样走。好，目前呢也在边界这边看到了有激烈的空袭，在这边的居民呢，他们告诉当地采访的记者说，他们一直听到空袭的声音。联合国目前的警告说，如果真的是对于拉法下手的话，里面上百万人，很怕会有史诗级的灾难。里面也有人开始连夜的逃跑，看到30万人逃离拉法，他们想问我还能去哪？好，这一家人被迫流亡8次了。他们讲没有安全的地方，一个爸爸呢带着一家老小，还有在手上抱的，他们真的不知道去哪里，因为呢，他在乎的是孩子啊。他说他真的已经不在乎自己的状态了，因为他某些层面来说，可能对人生有些绝望，但是他希望孩子能够平安，能够安全，但是他也希望国际社会告诉他，他可以去哪里。而在目前呢，也看到了以色列警察，其实呢，他们也在做事情，什么意思？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国内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样的支持直接进攻拉法的，也是有集会的。结果后来呢，就发现以色列警察是高压水枪驱散这一些的示威者，要把这一些的声音给拉下来。只是国际上不是只有包括了学生而已，越来越多，甚至呢国际的组织有国家也开始提出了箴言，包括了南非紧急请求国际法院说能不能勒令以色列将他撤出拉法，把他们人通通请出拉法。好，到目前为止呢，还有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利比亚，通通都申请加入此案，要支持南非。这么多的国家加入，都是因为大家看到了目前在拉法这边，在加萨走廊这里居民的惨况。哥伦比亚总统呢，甚至还讲了说，联合国的安理会不用再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先前在联合国的大会这边已经压倒性的投票，希望来挺巴勒斯坦人民。那安理会呢，有没有必要在这里考虑，在这边布一个维和部队，至少让人进去，就不会让他进行种族灭绝，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帮忙以色列的这些居民，这一些军队把他们踩刹车。好，可是这一些真的以色列他们会同意吗？因为你看看，光是在联合国大会里面，以色列的大使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强烈的态度？他是拿出了碎纸机，把联合国宪章给搅碎了。结果呢，现在案外插曲啦，是中国网友发现说，这个碎纸机竟然是来自中国淘宝，甚至呢还感谢他说，哦，感谢你哦，帮我们淘宝带货，还说这个一台是人民币55块钱。当然，这是玩笑话。更多人在意的是，现在到底谁能够阻止以色列再往前进？很多人都说，这背后的答案不就美国吗？美国现在真的会阻止他前进吗？已经讲了，弹药不会再提供给以色列。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说，如果你不提供给我们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包括以色列议员说，其实不精准，我们也可以打啊，没有关系啊。精准不精准一样效果啦，一样给他给这个移平啦。那拜登政府现在呢，其实也透露出，本来他打电话给纳塔尼亚胡是希望用机密情报来跟他交换，放弃进攻拉法，结果他也是失败。目前呢，在联合国这边的人权专家已经讲了，说美国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在威胁国际刑事法庭，助长有罪不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先前美国跟着以色列的人沆瀣一气，对着这个国际刑事法庭说，如果你们要处理纳塔尼亚胡，你这个是不对的。那他们就想问美国，你现在到底站在哪一边？你自己到底现在还有没有知道你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拜登的讲法是，他们其实也想帮忙，他们也希望哈马斯释放人质之后，马上就可以停火了。回过头来，他是又把球抛回给哈马斯，认为这一切都是哈马斯自作自受吗？大家想问他逻辑在哪里？还是他其实最近真的就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吗？原因是因为你看，他现在误称金正恩是南韩总统，还说川普跟他太亲密了。金正恩怎么会是南韩总统呢？
拜登啊，现在脑筋如果不够清楚的话，在以色列这一局真的有办法好好帮人民做事吗？回过头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样来看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目前大家都说，他虽然还在北部这边，加巴利亚这里可能是他们的主力，但是看起来离拉法很近，是不是就会一路往下打了？对，以色列事实上的话，他们要消灭所有的哈马斯嘛，所以在哈马斯没有完全被消灭之前，他们是不会停手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内有人反对这场战争啊，可是你看他用水柱冲一冲就冲完了，70%的老百姓最近的民调都支持继续以色列政府继续打。如果没有这么强大的民意基础，内塔尼亚胡敢打嘛？所以并不表示以色列的主流民意是反对打的啊，主流民意是支持打的。那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暂时内阁里面有几个政党也说你不打我们就拆伙了，所以以色列基本上他们是支持他们政府的啊，大部分是支持他的政府啊。那最虚伪的哈就是美国了，美国说我们可能会不提供你若干的什么武器弹药，那意思是说不是全部停止这句话都已经有所保留了。那以色列更狠啊，意思说你不给我提供精准的，我们就不精准的打杀伤力更大然后呢，这个波及无辜更大一个炸弹下去炸死一个哈马斯，然后呢炸死150个无辜平民过去就这样打的所以才会哈马斯并没有多大的减损，可是呢，这个巴勒斯坦的平民百姓、妇孺儿童占死亡人的70%以上。对，我们刚刚讲这个家庭，这个父亲讲的话，他这个太多现在哈马斯的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啦，那这摆明就是一个种族灭绝嘛，对不对？以色列到现在还认为他是被怎么讲？你像他们那个大使还在那边觉得什么世界都没有支持以色列，是没有错，你被杀了1500人，可是你现在你的报复不是15000人，对不对？你是3万多了，国际上你报复话要等比你不能人家伤你一个，你杀人家100个，这就是不符合正义原理了这个社会国际社会，不要说一般的社会不会允许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是赤裸裸的种族灭绝了，可是我觉得这次以色列的事情就让我们看清楚一些国家的虚伪，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虚伪，还有一些所谓的国际 NGO 的虚伪。请问一下，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听到了过去常常在说这边的人权有问题，那边人权有问题，大家来捐款给我们去支援人权，那些赫有名的国际人权团体，我就讲这个国际特赦组织，它有什么作为？今天在加沙这个以色列这种种族灭绝，他天天打着人权旗帜，他有什么作为？请问一下，你有听到他有什么声音吗？没有，对不对？还有很多什么美国的什么民主基金会到处去讲人家的人权，这样他有作为吗？他有去阻止美国政府继续给以色列这个暂时内阁各种的武器吗？都没有嘛。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虽然是这个巴勒斯坦老百姓的一场苦难，真的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一种怎么样？一种这种屠杀没有止境的屠杀。那可是呢，依然我们看到一些国际所谓人权团体的虚伪，还有联合国打的联合国旗号的这些什么国际法庭。还有国际刑事法庭，你们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所以这些组织，不要说美国双重标准，这些国际组织，这一些是人 NGO 才是真正双重标准，更值得我们怎么样？更值得我们更被我们看不起这样。请教一下将军了原因是因为当然了，从外交层面上面来说，大家会想说真的完全尽力了吗？但从军事方面的角度，您怎么样来看？因为他现在的讲法就是说，北部他认为还有军事基地有可能会重建，反正有可能重建就是米平，有可能重建就是把它弄成平地。你不给我精准飞弹没关系，我不精准照样打，我照样有办法让它变平。我特别要讲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以色列刚开始打进加沙的时候，它是先从北部开始打起的。那个其实，贾巴利亚你去查地图你就知道，
它不是它没有靠近拉法哦，其实它是在加沙走廊的最北端。那现在来讲，大家就存疑，为什么以色列现在又要？它北部不是都已经清扫完了吗？对，怎么现在已经汉尤尼斯是在中部都已经打完了，现在已经打到拉法，怎么回头又去打贾巴利亚？那只代表一件事情。它北部的这种哈马斯组织，它并没有完全歼灭掉。那原来根据外电的情报，哈，就是哈马斯总共在加沙走廊有16个营，他们认为说现在拉法地区只剩下5个营，其他有11个大概都被他们清剿掉。那证明一件事情，就哈马斯没有那么容易清除的，他很多人在利用这个地道啊，利用干嘛，又回到北部去了。所以以色列这场仗是打不完的。我们以前在军中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小看，你去打山猪看看，我放几只山猪在森林里面，你去拿枪去打看，你不见得歼灭得了山猪哦。那何况他是人，你看他会躲，他会藏，而且他对你的攻击性更大。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你假如说把这个哈马斯逼到绝路来讲的话，他后面那种反抗力量是绝对很大，他可能就跟你拼到底，就像是2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在硫磺岛最后跟你万岁冲锋一样。所以以色列一定会付出很惨重的代价。那拉法这次来讲的话，我必须要讲，那真的是很残忍。我用一个数字来跟大家讲有多恐怖。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现在的精准炸弹，他说你不提供给我不精准炸弹，我就用不精准炸弹。那美国现在提供给他的精准炸弹有多少？有1800枚，2000磅哦，2000磅的这种精准炸弹，它是为了炸这个坑道躲在地道里面的哈马斯。那另外有1700枚的500磅的炸弹。那我跟各位讲，这样加起来3500枚。你知道拉法那个小那个区域，现在挤了100多万的难民，这个区域有多大？64平方公里。你各位去算一下，我大概算一下。我跟各位讲，我用一个很具体的数字告诉大家，大概就是每一个大概一个半足球场那么大，就有1枚炸弹炸下去，而且2000磅的炸弹一下去以后，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面大家所看到这么大一个坑，一个街区大概就没有了。那你想想看，这是多？那我们有一句话形容战场的恐怕我们叫做弹下如雨。那确实是弹下如雨。如果64平方公里，你光这些美军已经提供给他的这些航空炸弹就3500枚，如果再加上以色列自己的战车、炮火干嘛，那这是一场屠杀。那你想想看，以色列这个他们这个议员讲这种话，就说你美国如果说不提供给我精准炸弹，我就用不精准炸弹。那换句我们现在节目新闻大白话讲大白话，就是说，如果你不提供给我精准炸弹，我就怎么样？就用这种不精准炸弹来实施种族灭绝，就一路轰到底，不分青红皂白，我全部把你炸掉，就是种族屠杀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场是真的是惨绝人寰的一场战争，惨绝人寰的一场不人道的主义正在我们面前正在上演之中。感觉好像是说你不给我精准炸弹，那我炸不准，那你也不能怪我了，因为你就是逼迫我用不精准炸弹。可是这个逻辑请教一下彬哥了，原因是因为美国你真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你真的有想做一些事情吗？因为你一直讲说什么用密件跟他交换啊，释放人质啦，可是回过头来你都是在叫哈马斯在同意你啊，你有叫以色列往后退一步吗？哈马斯之前本来已经答应停火，对，结果是以色列不愿意。那我觉得以色列这个议员也不用这么客气，实际上你们早就没有在用精准炸弹，好不好？不然如果你们都用的是精准炸弹，今天加沙走廊会变成那个样子，你们就是乱炸一通而已啊！你们就只要怀疑那个地方可能有哈马斯，就往那边乱打，你管他是真的是哈马斯，假的是哈马斯，你们根本没在管的好不好？所以现在以色列早讲的这些都是借口，他们其实在干什么？就是要把巴勒斯坦全部赶走，你留在这边就死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嘛。然后什么施压无效，用机密情报给你换。他们拜登的意思说，我告诉你哈马斯那些首脑在哪里，我把他位置告诉你，你们去打他就好，不要来打这些这个拉法的人。你以为摩萨德不知道吗？其实以色列很清楚啊，现在在拉法这个地方根本已经没剩多少哈马斯了，但他不 care 啊，他就是要这块地啊。你以为他只是想抓哈马斯吗？哈马斯只是他的借口而已。他就是要趁这个机会把加沙走廊全部变成以色列的国土，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拜登你就不用去开这种玩笑，这根本不可能达成的。然后呢，你现在跟哈马斯讲，你把人质交出来，我们就停火。人质交出来之后，你会停火吗？你相信会停火吗？对，人质全部交出来之后，对以色列来讲只有一个，就是我更加不用顾忌啊，我连误伤自己人质的机会都不会发生呢，我一定就更用力打，100%是这样子嘛。所以你真的把人家都当傻瓜吗？实际上美国不用讲的这样子说以色列不听劝了干嘛？你美国你有军队在中东啊，
你可以跟以色列下最后通牒啊，你如果继续进攻拉法，我就进攻你。那你看以色列会有什么反应？问题是你不敢这样讲，不是吗？然后我也必须讲，现在又用什么国际法院啊，又去搞什么要安理会通过啊，根本都没用嘛，因为就是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嘛，他们两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嘛，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现在是美国跟以色列在跟全世界对着干，大家还看不明白这一点吗？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呢，在这一次，大家就在讲说，习近平呢，他开始开展了他今年的这个大国外交，去了欧洲一趟，而且呢，现在看到他在中东这边也开始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变化。其实呢，大家来看到的是在伊拉克的东巴格达这边呢，有一个油田扩建案，现在是由大陆这边的企业成功给得标了。同时呢，这里面有29个油田的探勘，那里面呢，他们还有特别的提到伊拉克的总理在上个月是有见美国公司的代表的，表示不是只有中国这一家来，美国这边也有人来，结果后来是给了中国。而另外呢，我们再往东走一点点，中吉乌铁路现在呢是确定27年之后终于可以开始动工了。其实呢已经讲了很久很久了，这当中一直以来，因为呢在中俄之间呢，或者在这边每一个地方的地域上面，大家有不同的考量，所以呢在此之前一直谈不拢，现在好不容易终于可以来通车，可以来动工了。吉尔吉斯的总统呢就特别在视察的时候讲，是在10月的时候会正式动工的。而同时呢，中铁的副总呢也已经先去了吉尔吉斯这边，然后呢希望跟当地的政府来见面。那之后当然就是会有自己的物流通道了，而且呢可以重新平衡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中亚这边各国来说，其实从这几年来的变化，有一些的心照不宣啦。而现在中吉乌有可能会变成中欧班列之后的最短路线，比起之前走的南北走廊呢，其实缩短大概有900公里。时间上面给您一个数字，8天。就差8天，一条中吉乌铁路可以差8天之多，可以就知道说在物流上面对于他们来说有多大的一些帮助。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从中亚，然后呢在中东，以及在这次的欧洲，习近平开始有不同的外交上面的布局。这一次呢，大家就说他这个欧洲行叫做先手棋，什么意思？就是呢他在欧盟、北约拥有巴基斯坦式的铁杆盟友吗？原因是因为这次去了匈牙利，去了塞尔维亚，大家看得出来是，其实呢，他其实希望拉拢一些欧洲的朋友，也让里面包括了欧盟、北约，比如匈牙利，在这边它其实是一些会员，能够呢来在这里面有所较量，有所平衡。像是在塞尔维亚这边，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基建是中方这边来帮忙的。塞尔维亚中国桥他们的缆索呢，首次在欧洲运用，其实是帮助了多瑙河，跨越多瑙河，帮他们建了一个粮食通道。这个粮食通道呢，意味着是可以在欧洲地区实现零的突破，同时呢，也可以让粮食快速的通过。这对于当地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基建上头帮助之外，也看到了他在匈牙利这边送去的是汽车未来大厂会去那边直接建厂，电池大厂直接去那边建厂。可是这些新3样都是让美国认为你是不是生产产量过剩？就这4个字，产量过剩，让央视的记者直接上法国辩论节目跟他对杠。I think it's a myth that China is accused of producing overcapacity because Germany exports some 80% of its cars, and it didn't get accused France of just doing closed that. its. We have a fair number of Volkswagen cars on the Chinese street, and there's a good amount of Microsoft computers, laptops, and China didn't complain that. So I used to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8 years, which claims itself as the fre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But guess what? Edward Snowden. And all those PRISM schemes and all those schemes that spied on the likes of Angela Merkel. 好，这里面呢提供了非常多的数字，而这些数字让大家看完之后说，哇，其实就会让大家感受到，你一直在说
大陆产能过剩，那德国80%的出口，日本50%的出口，美国25%的出口，这都比大陆12%这个数字高出许多。那你们不就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了吗？汽车产业其实应该说的是新能源车产业，看得出来，美方处处围堵，另一个部分则是海底电缆。现在说呢，已经变成了美中之间的另一战场。最主要呢，就是日经的报道，他们说呢，其实本来大陆预期未来会有3条海底电缆的铺设，但是后来发现了，怎么好多计划的背后，中国、美国私下较量，好像美方频频出手，让他们认为是不是开始有所谓的海底冷战正在发生当中。回过头也想要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好，现在呢，美企、中企其实都有来伊拉克这边跟他们标油田扩建，总统也确实有见了美企这边代表，但最后拿到的是中企。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要这种国际竞标来讲的话那么以这个过去的这些成立还有现在很多 case 的话，美国大部分都是用政府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华航买了26架这个波音这个737那事实证明，那时候来访问的美国的参议院的那个资深议员Lindsey Graham， 他就当着这个记者面前跟蔡英文讲说你要买我的波音飞机那美国都用政治力量来做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政治力量，那当然在伊拉克绝对没有美国高嘛，对不对？伊拉克现在的政府是美国可扶持的。那回过头来，结果呢，同样一个竞标案，中国大陆厂商拿到了，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力量强过在伊拉克强过美国的政治力量吗？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中国厂商可以拿到标，美国厂商拿不到标？不然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吉乌铁路，其实这个铁路已经谈了很多年了，对通通谈不成。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俄罗斯不同意。那俄罗斯不同意原因以外，俄罗斯还是把中亚5国当作他的禁脔，他不希望中国的力量深入到这个里面。可是你看俄乌战争以后事实上有几个悬案，基本上最近都有所突破。第一个，中吉乌铁路基本上跟俄罗斯的态度改变有关，是，所以呢，俄罗斯不从中主脑，那么这个铁路就盖成了，没错，而且很快就，因为这个符合不只是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吉尔吉斯跟乌兹别克的利益，是对，所以这个本来就是符合利益，不是外力的影响的话，它老早就该建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去年的时候那么普丁、习近平还有蒙古的总理在蒙古举行3边高层会议，那么当时就敲定了，就是说所谓的西伯利亚西之星2号，也就是第2条透过蒙古国进入中国的这个从俄罗斯输入的这个天然气的管道要开始修建。那条管道的话，基本上会怎么样？那条管道一修的话，中国的西部就是从这些比如说宁夏、这个山西这些天然气就可以缩短很多行程。因为第一条从俄罗斯过来的管道的话，是一直从西伯利亚经过从东北下来的，所以它现在可以从蒙古进来，可以节省很多这些时间跟成本。这也是在俄乌战争打了以后才成实现。然后过去中国大陆跟蒙古的关系受到日本的受到俄罗斯的牵制很多。可是上个月第一次，中国大陆单独在蒙古的境内跟蒙古的军队进行地上的军事演习。所以呢，我觉得就俄乌战争让俄罗斯不得不怎么样，对中国有关的过去的限制那么他放松了，因为他现在需要中国大陆，所以国际政治就是这么现实。他这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立刻改变他的做法。请教一下将军怎么看？大陆这样有一句话叫要致富先造陆。那陆有哪几种陆呢？陆就是运输嘛，总共有5种陆，对不对？这个油管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这个水运、海运，还有一个是机场。那这种5种运输，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应该可以再加一种陆，叫网路。如果说你要致富来讲的话，其实建议年轻朋友想办法要从网路这边去发展。
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海底电缆这么重要。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美国他们要把中国排除在外，其实不是什么地缘因素了，是因为中国技术比他们好。按照他们的资料现在讲起来，华为的电缆传输的能量来讲，它衰减的速度，它从北京拉一条电缆到广东，对不对？好，它衰减的程度只有一点点而已。那比起 Nokia， 如果说是相同一个距离来，相同一种衰减的程度，Nokia 大概只有300公里，就是说它的华为这种通讯的能力比较强。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吉乌铁路，这也是运输的一种手段。大家知道哈，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中欧班列。中欧班列现在目前来讲有2条，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条下面红色的是南部的，北边是红色，蓝色那条线是北线，完全是从西伯利亚上面经过。那中间绿色的那条就是从蒙古经过。那中国南部来讲，从上海出发，一直经过哪里？经过俄罗斯，经过哈萨克，然后再到俄罗斯，最后到这个波兰，然后德国、法国，最后到英国，过了海以后海峡到英国，这是整个运输路线。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哈，你看这个上面这么远，最后现在中吉乌铁路就是从这边穿过来这个是吉尔吉斯，这乌兹别克，然后这边就到伊朗，伊朗上面又是这个土耳其。所以为什么说这条铁路通车以后，当然可以省下8天的时间，因为它就是走捷径嘛，从新疆克什那里就过来了。所以对这个，尤其是对吉尔吉斯跟这个乌兹别克来讲的话，他们这2个国家现在铁路建设在苏联时代的建设，那目前来讲都非常落后，而且不足。它400公里的铁路有300公里还是单轨，而且是非电气化。但是这2个国家各有各的这个很丰富的矿产，一个是有石油天然气，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是生产棉花的。那有这2条铁路对这2个国家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但为什么当初哈萨克跟俄罗斯会阻止会反对呢？那是因为如果说是从这边盖一条铁路来讲的话，当然会影响到哈萨克跟俄罗斯，他们这个货运不从他那里走了，对他当然经济上面就有影响。那现在为什么要准了呢？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大家看到这条铁路来讲的话，那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讲，这个铁路在中间经过2个交战区域来讲，货物就没有办法从中国再运到这个德国、法国嘛，所以它必须要从中吉乌铁路这边开过去，以避免这个地缘这个争端战略来讲的话，对经济运输造成困扰，所以会开辟这条中吉乌铁路。是，请教彬哥。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中美竞争现在开始是从全方位的出击，而且中国大陆也一反过去大部分采取守势，它现在也开始用攻势的方式在进行，然后也在不管是在增强资源上面啊，争取盟友上面啊，然后整个战略布局上面，大家都在互相竞争，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你争我夺都会出现。那我是觉得，美国其实本来就是跟中国大陆竞争，它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合理。可是他每次都找一些很奇怪的理由，就尤其是最奇怪的就要生产过剩、产能过剩。我们对产能过剩的定义是，你生产了一大堆东西之后，没有人要买，这叫产能过剩嘛。他如果生产的很多，然后卖得出去，怎么会叫产能过剩呢？对啊，有人买就表示没有过剩啊。所以其实今天根本没有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嘛，而是你不想跟中国大陆竞争嘛。你觉得中国大陆的产品会损害到你的利益，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用辩论也没有用，因为这不是辩论的问题，就是美国存心要把中国大陆压制下去的问题而已。所以未来美国大概会找更多奇奇怪怪的理由，反正管你的，我就是不准你用。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它也只有想尽办法突围，也就是你美国不断的封锁中，我就要一个一个把你解开，然后一个一个去把你分化掉。这个中国只有走这条路，它不走这条路，它也就会被窒息。接下来，美国也担心，当然是以哈冲突。现在究竟尽头在哪里？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真的都不知道，可能在这1-2个人的一念之间吗？那联合国说，接下来如果继续以色列攻击拉法这些继续的话，可能会变成史诗级的灾难啊！那其实最新消息是，临近埃及边缘边界这里的关卡已经又再度遭到了空袭。透过画面看到，这个空袭是一波接一波。那么在这个附近继续从南再继续往北，更多越来越靠近的地方，这个是靠近在加萨走廊跟埃及拉法关卡附近的空袭行动。当地的民众当然苦不堪言。联合国说，如果人口稠密的拉法遭到全面
入侵的话，这个后果真的会是非常严重的大屠杀。本周已经有30万人被迫离开了拉法东部，怎么办呢？有些人已经离开了10次、7次、8次，离开不同的地方，一直在迁离当中，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在这样紧张的局势里，伊朗也来掺一脚。最高领袖哈米尼继续跟他顾问说，如果伊朗的存在受到以色列威胁，例如你这样继续攻击拉法所造成的区域的不平衡的话，伊朗的核子理论就会转变。我们没有决定制造核弹，但是如果伊朗的存在受到威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我们的军事理论，也就是说可能会发出大型核弹的警告，我们不得不做。可是通常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办法真的产生拒止的效果呢？以色列没有在担心的啦，包括美国怎么阻止呢？以色列的国防军主席还谴责纳坦雅胡说没有办法制定加萨战后战略，就是说因为纳坦雅胡没有办法宣布开打之后到底如何统治加萨，还有之后该怎么处理，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但问题是，就是他想的是这个意义，只是拿生命在冒险。那问题是，其实拿生命冒险的是加萨走廊的人呐，是拉法的人呐。那你看，准备加强军事攻击是以色列这边公布要求更大规模的扩大，去让难民迁离。所以南边住在加萨过境点已经3天又没有援助，这些人又一直不断的迁移，连这个人道援助点都被中断。一名巴勒斯坦的父亲向 CNN 的记者表示，一家人已经被迫流亡了7、8次，现在没有安全的地方，一些家当跟所谓的孩子们到底该往哪里走？那现在因为美国已经暂停供给弹药以色列议员很强，他说用不精准打击飞弹吗？那如果说你把可以精准打击的飞弹不送给我们，以色列怎么做？他用不精准打击来打，你看看更夷平整片，一样可以达成效果，有多么的呛哦！所谓的入侵拉法，美国讲的很软、很委婉、很微妙。拜登说，如果哈马斯同意释放目前仍然在加沙的人质的话，明天呐，我们就可以达成停火协议了。拉法哈马斯很早就说要停止啦，那甚至哈马斯反控说以色列拒绝调停提出的停火方案啊，所以导致人质释放还是回到原点啊。所以真的，纳坦雅胡是想放人质的吗？那甚至拜登一直说，如果开打，他要做如何的反制措施，那目前为止只看到停止军援而已啊。那拜登政府想要用机密情报去换吗？这是另外一个消息，说有这个提议用机密情报去跟以色列换，因为已经说劝不住了嘛，用硬的用软的都不行啊！现在用所谓的机密来换有用吗？这些情报包括了什么？协助以色列国防军定位哈马斯首领隐秘地道，什么这些情报，其实如果有的话，不是早就应该给了吗？早就拿到了吗？这时候有用吗？但无论如何，拜登的态度很矛盾，所以在国内的反弹是非常大，包括在联合国，其中美国国务院就说了以军在加萨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不符合国际人道法，但是也没有表明说正式违反国际法，那没有办法核实哪些武器涉及违法呀。知情人士说，以色列的战时内阁批准在拉法有限度的扩大军事行动，已经展开了嘛？所以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以哈开战以来，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最强的批评要求以不违反美国要求的方式进行。可是真的有在顾吗？我看起来他还是继续的在执行他的军事行动啊。华邮说，这形同认可以色列跟加萨行动的合法性，容许美国继续对以色列军援吗？所以美国拜登政府的做法是什么？继续镇压这些在校园抗议的学生。看看画面，这个最新的画面，还剩下一些抗议的民众跟这个基地他们搭帐篷的基地。这个地方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还有宾州的大学，都被说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抗议示威的学生这些理工还有优秀的学生继续在校园里撑着，但警察进去把他们全部清空了。所以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在美国已经预计有2600名的示威者被逮捕了，这是拜登所展现的态度。亮哥，所以我们看到以哈当然继续冲突，那以色列就是对拉法更大规模的进攻没有停歇的意思啊。美国是第一次拿出杀招啦，可是这是不是真的？大家也在看，因为他暂缓提供武器嘛。那其中有1800枚是1000磅的炸药然后有大概1700枚是500磅的炸药那这个不提供是根据美国的一个法律啦，
就是精准炸弹要提供给相关的盟友，那如果他涉及违反人道罪啊，那他就可以用这个理由说我暂时不给你啊。那可是美国本来要去调查，以色列说你来调查看看，结果他就停了。所以美国现在并没有证据说以色列有违反战争法还有国际人道的一些罪责啊，就是所以他现在就不谈了，不谈国际法。轰炸医院、民生住所，这都不算。哇，那个他一定有所解释了，他一定会说哈马斯在里面啊之类的哈。那个不管这个，就调查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责任嘛啊。那可是美国并没有真的去调查，那所以呢，这个话就讲得有气无力了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一些亲阿拉伯那边的媒体，他在分析了，他说以色列在攻击人家的时候讲话通常都不算数的。他说当年他去打黎巴嫩的时候，他也说他只进去40公里，结果直接打到贝鲁特，进军120公里，那拖了将近10几年才离开啊。所以基本上他们对于美国这番的说法，他们还是在看啊，你真的不提供吗？那拜登跟这个科比啊都公开讲，他们认为打拉法不是解决哈马斯的最好的方法啊。那可是他也不说什么才是最好的方法啊。如果照你这个上面所讲说啊，我可以提供你机密情报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那个领袖躲在哪里，那你去把他暗杀就好了。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可是他又不能讲得太白啊，因为以色列知道这个拉法有4个营啊，4个营的哈马斯，那以色列讲白了就是要进去把它剿灭啊，就是能剿多少算剿多少啦。那美国就是觉得你一定会扯到很多无辜嘛，所以美国就不让你打啊。那可是呢，那个科比在记者会上又要说，可是我们跟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这个立场还是一致的。所以你现在就听到了美国有很多 double talk， 你不觉得 double talk 吗？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啊。可是目前武器确实是暂时停止啊。可是以色列很呛啊，后续都这样吗？如果真的开战，然后以色列打进去了，你美国会继续这样做吗？坦白讲，我认为阿拉伯所有的国家都不相信，他认为最后他还是会帮以色列啊，甚至在北加沙盖的那个临时码头，本来是要提供物资救援的，现在可不好也给以色列用啊。所以我坦白说了，可是这个我们这样批评呢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们没招，我们只有在外交上、道德上做谴责，你在军事上没有出手的能力。现在在军事上有能力出手的，真的就只有以色列跟美国啊。那另外一个叫伊朗啊，那伊朗就是他要不要用重磅来骚扰你嘛，然后让你必须要喊停一下啊。可是那个也不是真正的出兵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困局就在这里了。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要打。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他上次撤走了东拉法东区，撤走了11万人，那现在在撤走中区，他进一步在撤。那撤完坦克车就要开进去了，所以真的是未来会有很多灾难啊。人间炼狱，将军哦，当然在这个美国，因为不暂时停止提供飞弹而已。这个我很难想象，因为我是台湾的国会议员的话，民进党的议员一定不敢这样。这个以色列的国会议员就直接讲说，你不给我们精准打击飞弹没关系，我可以用不精准打击飞弹打了，夷为平地更严重。哇，这个一比表示以色列的议员真的对美国他的喊话完全没有在怕的。对，因为以色列他有库存弹药，他解决这个南加萨拉法，我认为这个轻而易举，顺水推舟。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啊，就是按照纳坦雅胡的这种政治性格，就一不做二不休，就势必要把整个南加萨整个拿下来。那这样子的话会那目前的话，整个以巴冲突造成巴勒斯坦人，包含哈马斯组织，总共死亡了超过36000多人了。那我进入南加萨整个拿下来，还要再杀1万多人，这可以看得出来。那可想而知之，因为它整个就是要把它夷为平地嘛。那也没有精准的，它又有坦克重炮啊，有自走的榴炮啊，还有火炮啊，对它轰就对了，就先做地毯式的轰炸，因为它为了让以色列的士兵呢的战损、战伤降到最低，先把它轰烂，
轰烂之后就这个哈马斯组织就战力被吹破了，他还击他没有办法招架，还击能力就有限了。那对以色列的士兵来看，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威胁，所以他一定就是整个地毯式的轰炸。那轰炸的手段，你没有精准的，没有接电，没有远距遥控武器，对一般来讲，对哈马斯来看是那个都没有差异了。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有防空飞弹或者什么的，你可能有远距遥攻。现在他毫无招架之力的嘛，随便拿那个火炮、自走炮、榴弹炮对他轰就对了。那轰完之后，再逐屋去搜索，整个把它整个做剿灭。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将来的这个对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哈马斯组织，还有他的这些老百姓，死伤会非常的重。以色列的士兵伤亡会非常的轻，因为已经这个摧枯拉朽，夷为平地了。那我们现在看伊朗。伊朗的角色非常重要。伊朗啊，它这个核武哦，它现在的浓缩铀已经的这个精度已经到了84%，到了90%核弹就出来了嘛。而且做核弹呢，不会敲锣打鼓，我要做了都不会去讲的啦，都隐而不显，隐而不显，不要让大家知道。因为为什么？为了机密，为了让这个原子弹做出来，核弹做出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要认为，伊朗原子弹可能已经做出来了，但是这个不能说。这个怎么可以说？因为以色列它有90枚核弹嘛，那以色列有，那为什么伊朗没有？整个中东国家全部都没有核武，只有一个国家有，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有90枚核武，那为什么伊朗它不做？它是中东小霸王，为什么不做？对不对？而且它跟北韩的这方面的核武技术的交流非常的频密，而且非常的低调。那为什么不做？绝对做，但是做了不能说，做出来也不能讲，也不能公布。但是这上面就有个战略核武的在手上，那这很简单的。那所以我要认为，伊朗的核武按照我的研判，可能已经做出来了。将军说中东小霸王是伊朗，我觉得好像比较像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比较厉害，因为这次以哈冲突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它可以让美国对学运全面的一面倒的言论意见之外，连要阻止它继续打下去也没有办法呀。教授，的确哈，现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力量真的是一方面让这个世界看到，就是说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国家啊。其实这种往往也是小国的生存之道啊，就是你越是小啊，你越不能让别人觉得你是很容易可以被操纵、可以被决定的。缴税联合国宪章抗议权，没错啊，拿那个税纸机啊。那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最近国务院提出这个报告，其实美国方面也很有趣哦。他说这看起来以色列是有努力去避免这个造成这个平民的伤亡啊，然后也没有说这个平民的伤亡跟美军使用的武器，跟以色列使用美国提供武器有关系啊。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表示说就是表示说就是这没有违反国际法呢？其实看起来也不是很清楚。那为什么呢？其实拜登现在面临到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他要节制以色列，但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是反对的。那就在这个之前，因为这个 Axios 这个新闻网站公布，就是揭露了说拜登停止对以色列提供武器。那么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共和党的这个轩然就是群起反对，所以现在呢，那个Lindsey Graham 就是这个前一次来访问台湾的那个国会议员、参议员他现在就在发起格里汉议员，他现在在发起什么呢？就是说要通过在参议院要谴责拜登政府。那当然，现在民主党人是反对嘛。所以说他谴责什么？就是说你拜登政府居然在以色列最危急的时候呢，去阻止武器输往以色列。但是呢，这个众议院部分共和党是有多数的，所以这同样的动作可能众议院会发起，因为他们现在就是等于是说，他们现在就因为拜登之前是说，你看你这个共和党呢阻挡这个所谓的援助以色列、援助乌克兰这个法案通过这个。预算案通过，现在共和党就要通过用这个事情来反击啦。就是说，你现在是你在阻止武器流向以色列啊，在以色列最需要的时候，你反而是这个没有帮助以色列啊。那事实上，刚才大家都讨论那个情报的问题，根据这个耶路撒冷邮报说，其实美国已经提供了情报了。那这些情报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这些哈马斯的领导人到底在哪？还有就是说，这些地道到底是怎么
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所以这些对以色列是很重要。所以耶路撒冷邮报看起来是要释放一个讯息，说其实美国并没有抛弃以色列，美国还是在支持以色列。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缓解这个以色列对于拉法的这个进攻呢？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以色列内部会不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因为现在已经说到以色列的情报首长跟这个纳坦雅胡现在也发生争执啦。他们说，到底你这个对于占领之后，你的这个如何统治这个地方，如何管理这个地方还没有方案，那你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最后的关键是以色列内部不同的力量是不是会能够居于优势，能够改变这个行动。是和平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不过在习近平访问了欧洲结束行程之后呢，当然他也公开对于媒体表达了一些他认为的成果。而外交部长王毅特别讲中国在欧洲世界局势的角色是什么，明年是中国欧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50周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候。他甚至还特别去称赞他们的夫人彭丽媛魅力外交王毅预感也很多分析啦，就是说，哎呀，为什么预感他地位正不可阻挡的提升等等。但的确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很多，包括彭丽媛跟这个法国的第一夫人两个人一起在跟群众互动的画面，当然也是一种柔性的力量。而访欧之后，是对欧洲来讲或对美方来讲是一种疑虑的议题吗？如果不同意见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美方，当然就会这样看，他们认为欧洲人仍然对中国支持俄国的乌俄战争，还有所谓大陆的廉价电动车，充满了在市场上竞争的担忧。那其中，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研究员说，习近平此行访欧国家有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都跟北京有特殊的双边关系，把欧洲从此就会分成什么？对大陆友好的，还有另外一边跟大陆不友好的，所以这个战略是破坏欧盟的团结，同时增加各国的影响力。其实当然就是要突破美国的围堵嘛。所以访欧之后被说分化吗？那这个各种热搜都匈牙利是掀起了中文热。匈牙利真的，我们昨天讨论很特别，他们甚至自称说是匈奴的后裔等等，学少林功夫。所以当中国在这个报道分析了是中国分化欧洲真正的用意是为了松动美欧同盟。那匈牙利跟中国的关系更是升级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到高点。所以匈牙利也是北约成员里面跟中俄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甚至被认为是欧盟的特洛伊木马吗？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访欧行程意义也就是这样啦，分成两边，支持中国的跟不支持中国的吗？那大陆的经济继续美国要来挡不可以让它太快的来发展。那所以抵御中国经济形容叫做经济胁迫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要做什么呢？他们专门要替被中国经济胁迫的国家以咨询公司的方式，这听起来这个组织很特别，来提供帮助。什么意思啊？经济战呢，通常是中国政治战的一部分各国增进对中国政治经济认知战，那有相应的措施跟策略。那怎么认定？那公司是民营的吗？国家的经费吗？这有太多的问题，但显然是对了抗中有越来越多连行政机关、国务院都要成立这种小组来做因应吗？而且你看看这个措施对于电动车的关税要收到100%。这两天我们讨论了很多，这种美国媒体提前泄露会有这样的这个措施，当然也就是要完全的打击在中国大陆所发展的电动车。叶伦前阵子到中国大陆去拜访，为了美债，为了各种的原因去访问，希望能够帮美债来想尽办法但在受访的时候，被问到电动车问题的时候，反而问了一个他尴尬恐怕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听听这段访谈。About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at trip, which is, as you mentioned, overcapacity in advanced products, electric vehicles, batteries, all of those things. Is it possible we're just being outcompeted by the Chinese in those fields? Well, we don't think the playing field is level, and we think China is massively subsidizing investment in a set of industries that they have targeted as critical to their growth prospects. Subsidizing more than we are with our investments in the CHIPS Act and the infrastructure law and all that? Yes, I think we're pouring billions. You are pouring billions in. 问题是投入了这么多的策略跟预算，还是没有办法抵抗。那么包括了不管是在欧洲的部分也好，
拉丁美洲也是吗？中国大陆跟墨西哥的合作就在这个美国的邻居里头，也要日益增加。包括深圳跟墨西哥的直航线即将开通了，航线1.4万公里，还有刷新了大陆民航最长直飞国际客运的航线，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直飞墨西哥的航线。那同时像巴拿马好了，刚刚总统当选之后呢，也立刻习近平是第一个去跟他致电祝贺的国家，中南美洲拉丁美洲这里也没有放弃各种的突围。亮哥来看看从欧洲到拉丁美洲，美方跟中方的斗法或角力。我觉得那个习近平访欧选的3个国家是不同的意义啦。他访问法国，当然法国是5常嘛，也是核武国家，那也是 G7 里面最有可能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他等于是去鼓励他啦，鼓励他要更勇敢帮欧洲当老大啦，当老大我挺你就是这个意思啦。那希望他能够恢复当年戴高乐的光荣嘛。事实上，马克龙的偶像就是戴高乐所以中国大陆确实有做一番研究了。那这个部分法国也知道，而且法国本来就跟 Anglo-Saxon 不是很对盘，所以你立刻就可以看到他在加沙表态跟中国的立场几乎都一样嘛，反对打拉法，那用2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然后南太平洋，对不对？南太平洋他就这个要跟中国大陆做合作嘛，那还有俄乌战争，那习近平也很给他面子说我们要确保奥林匹克期间不打仗，对不对那另外匈牙利匈牙利事实上你如果去看一带一路的线路事实上中欧班列到目前7个线路都没有到匈牙利跟塞尔维亚它事实上就是到波兰，然后到德国，主要是以这2个地方为主那我觉得他就是要把中欧班列拉到匈牙利跟塞尔维亚所以之前你可以看到中国在那边盖匈塞铁路嘛，那他现在也可能要帮塞尔维亚再盖一条铁路拉到希腊，那这样子就等于就是让，所以中国大陆的媒体基本上是把它理解为中国要扩展它的力量进入中东欧啦。中东欧就是以前波兰是往西欧那边去嘛，那我现在是从匈牙利往其他的东欧，比如说斯洛伐克或者是往下往下就是要到巴尔干半岛，然后就会到希腊就是这一块。那塞尔维亚就刚好在中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第一个就是中欧班列的扩张啦，让中国的这个经贸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其他欧洲的路块那第二个就是他把匈牙利当作是电动车还有电池的主要设厂投资的地点因为目前已经有宁德时代啦，一大堆中国的电动车的电池都在匈牙利投资了，那他未来可能还会盖汽车城，那这个等于是粉碎了冯德莱恩要阻止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的一个最釜底抽薪的做法啦，我就直接来你这里投资，那你就无话可说了吧，大概是这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来看看美中的对抗里头，从习近平去访欧的行程之后呢，对于美国来讲，是不是在被突破口，包括电动车相关的太阳能设备影响的是什么呢？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叶伦一直讲说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那这是产能过剩，认为并不是一个充分完全的理由，因为我们来看可以看美国在这一方面，美国现在的制造业最重要是美国的制造业萎缩了，美国的服务业跟美国的金融业是欣欣向荣，但是最重要，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是它的本，是它的本。那现在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却是一个蓬勃的发展，那美国制造业衰退，那美国是靠军工产业，美国的军工产业是一枝独秀，尤其美国的这个军售到世界各国各地。但是问题是，军工产业它的市场是局限性的。那制造业是民生工业，民生工业的话，它市场是非常的广大，不管是汽车各方面的这些家电用品、化工、医疗这些生化科技，这些都是这些民生工业。民生工业它的市场毕竟广大嘛。那这样来看的话，
那美国的问题是出在它的这个制造业的萎缩，服务业跟金融业，它并不是一个国家国力的一个根本，要不然大家搞服务业、搞金融业，去搞股票、搞金融、搞债券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呢，美国要从制造业来着手，而且美国现在国债又重，国债包袱重，你这个国债包袱重，你国债利息的话，每一年都要1兆美元的国债的利息、国债息，也造成美国非常吃重。而且美国的通膨指数一直在世界平均线的上面，通膨率也高，通膨率也高的话，造成大家消费就会缩手，因为通膨高的话，大家消费力就会受限，那都是相关，一环接一环，那造成美国，所以美国跟中国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大陆是第2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大陆它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它现在也变成它有购买力了，14亿人口，毕竟它的消费力是存在的，是我们讲洞见观瞻的。那这样方面的话，那相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消费力旺盛，那会很多国家它会就市场取向啊，有些东西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啊，它会从中国大陆这边去跟它这经济上的互动、贸易上的互动，或者是贸易上的合作都有可能啊，也会造成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失分。所以我认为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季节性或短暂性的问题。各种围堵之下，反而动态竞争产生了不同的破口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全面围堵中国大陆的影响，不过在拉丁美洲堵也堵不住的吗？对，现在拉丁美洲当然大家关注就是通过墨西哥进口到这个出口到美国去。其实有2个国家，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越南，都同样是这个中国大陆产品转进美国的一个路线，中继站。那特别是墨西哥，因为它还有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就是美加墨。美墨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区，所以说到墨西哥来讲有更多的优势。现在墨西哥它的这个制造业占它的这个整个国民生产总额40%，所以它比重非常高。这当然就是受惠于它跟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地理位置，现在也出了一个名词叫做近岸外包，就是说要找它附近的这个国家。那特别是哪一个产业呢？特别是3个部分，一个是汽车，一个是钢，一个是铝。那现在美国当然也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洗产地的问题。